今天呢，我们来制作脆皮烤五花肉。在制作之前呢，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烤五花肉的教程，大多呢都是粗略的讲了一下，没有讲清楚里面的所有的细节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以教科书的方式，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脆皮五花肉的做法，让大家少走弯路，零失败的可以在家复制。本期视频可能较长，还请大家耐心的观看。这买了快有1年的烤箱了，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光灿。今天呢买了一块五花肉啊，这个五花肉呢是13块钱1斤，用的是猪肚腩。我给大家呢制作脆皮烤五花。想要买一块这样好的完整的五花肉，是需要提前预定的，要不然呢就会被摊主割成一块一块的。买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用刀在上面刮一下，目的呢是为了去除表面的油脂和多余的猪毛。千万不要用火烤啊，烤的话就不容易脆了。刮好以后呢，我们将它放在清水中呢去清洗一遍。在清洗的时候呢，猪皮上面一定要多搓一下，把毛孔里边堵塞的油脂呢全部把它洗掉，然后再用纸巾呢将上面的表皮的水呢全部擦干，要不然在等一下腌制的时候呢，这个调料就不容易附着。擦完水以后呢，我们用刀将它修整一平，也就是说不能让一头凸起一头低洼，尽量呢去把它改到平平整整的。这样我们在烤制的时候呢，它才能受热均匀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刀将它那个猪皮呢全部压平。因为这个地方有褶子，等一下肯定是烤不透的。用刀呢砸一下，让它呢更好的舒展。五花肉呢又称肋条肉、3层肉，它的中间呢夹带着肌肉组织，又是回瘦相间，所以呢就叫五花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改刀腌制不是把它切断啊。用刀呢划破前2层，也就是一层瘦肉和一层回肉，用肉眼能看到第3层瘦肉就可以了。改刀的目的呢是为了方便腌制入味，而且呢还可以缩短烤制的时间。经过修整的这块肉还剩大约1350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调制一个简单的腌料。1350克的五花肉呢，我们大约加入13克的盐，也就是1%的比例。随后呢，我们再加入糖，糖的量呢是盐的1半，大约呢7、8克就可以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再加入买的这种五香粉啊，有个3克就可以了。最后呢，加入1、2克的黑胡椒。这里面呢是一个基础的腌料也是增加底味、增加香味的一个基础的腌料。我们先将它搅拌均匀，这样呢就可以腌制了。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吃麻辣孜然味的，所以呢又适当的加一点辣椒面和孜然粉。这样烤出来以后呢，稍微有点辣，还有孜然的香味。那么我把前期用的料呢全部打在公屏上，方便大家截图保存。那么拌匀之后呢，我们将它全部的涂抹在五花肉上面，每一寸表面和每一个沟缝中呢都要均匀的涂抹，除了皮以外其余的部位全部都要涂抹到，而且呢要多去按摩，让糖和盐充分的化掉。搓好之后呢，我们让它简单的腌制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烤箱预热，将面火调到100度，底火呢调到200度，再将腌制好的五花肉猪皮向上，用刀呢将猪皮上占用腌料的地方呢全部把它刮掉，要不然呢上面呢容易糊。这个猪皮上面呢有一道勒痕，等一下这个地方呢肯定烤不透。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尽量去避免这是一块厚度为0.1毫米的锡箔纸，我们将五花肉底部向下，皮朝上，放在锡箔纸上，四周呢我们折叠到头，然后竖起。折叠的宽度呢大约和肉的厚度呢差不多，这样一来竖起来呢就可以完全的把肉挡住。用锡箔纸遮住的目的呢是让它只有表皮接触表面，从而会更加的脆。内部包裹在锡箔纸里面呢能均匀的受热，而且能锁住汁水，从而呢达到外焦里嫩的效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取出烤箱内预热后的托盘，再把包好的五花肉呢平整的放在里面，然后塞进烤箱。家用的那种热风烤箱呢也是可以的都是用同样的方法。我们先用底火200、面火100的这个温度呢，持续烤30分钟进行预热。烤制这30分钟的目的呢，第一是让五花肉紧缩，渗透出表皮的汁水；其次呢，就是让它体积变小变硬。
方便我们后期的操作。定个闹钟，半个小时后见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这个烤了又半个小时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做几个重要的事情。大家呢可以看到啊，它的体积已经明显的缩了一圈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将肉取出，把它平整的放在刀板上，然后呢，再用刀将它刚才隐藏的猪毛，现在已经被烤得凸起了，把它刮掉。这个时候我们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别把皮刮破了啊。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容器中加入适量的白醋，再用细毛刷蘸白醋将猪皮呢表皮刷一遍。刷至白醋的目的呢是让它软化皮组织，从而烤出来的五花肉呢更加的脆，不会粘牙。刷完之后呢，我们用铁签握紧之后，将它的皮部全部扎一遍，像排地雷一样啊，全部都要扎。如果家里有猪排叉呢是更好了，尽量不要放过每一寸地方。扎孔的目的呢是让它在烤制的时候呢，里面的空气能及时的排出，不会出现大鼓包的状态。如果里面的空气不能及时的排出的话呢，它的皮和肉呢就会分离。如果皮和肉产生了分离，那么我们改刀去吃的话呢，它的皮就会直接掉下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一步非常的重要。扎孔呢还有一个次要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再次刷这个白醋的时候呢，它能渗入这个皮下层，从而使整个皮呢都会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稍微的撒一点精盐，来增加一下表皮的一些盐味儿，不要撒的过多，大概呢3-4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手轻轻的按摩，将盐呢全部按摩化掉，并且呢将它涂抹均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次的将它放入锡箔纸中大家在家做呢，用刚才的一块锡箔纸就可以了不要跟我学啊，我是比较浪费的。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全部将它包裹严实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烤箱的温度要有所调整了，面火呢也要调到200，也就是说底火200，面火200。然后将五花肉塞进去炒半个小时。这一步烤制的目的呢是让五花肉变熟，而且让表皮全部脱水。在烤制大约10分钟的时候呢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右侧有点矮，左侧呢有点高，高的地方呢已经开始滋滋冒油了，矮的地方呢还没有反应。所以呢，我立马呢将它再次拿出来，将刚才分割下来的肉呢垫在矮的这一面，这样呢它的两侧呢都能均匀的受热。要不然呢，高的一侧呢肯定要烤糊掉的，这样呢就比较平整了。我们再让它进入烤箱呢继续烤。这是底火200，面火200，烤制半个小时后的效果。刚才高的一侧呢还是有点焦了，表面的皮呢还是没有完全的烤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再次的加热去烤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将烤盘呢180度调转，再次的塞进烤箱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把底火和面火同时的调到230。再烤15分钟呢就可以了。这一次高温烤制会让它快速的起皮，15分钟以后呢就可以拿出来直接食用了。这是刚才有勒痕的地方呢，始终是没有烤好。那么我们制作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第一呢就是选料选用五花肉，上面不要有勒痕；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把它改到平整一点，这样一来呢它的表皮呢就会受热均匀；第三呢就是要记住我们烤制的时间，先烤30分钟进行预热。让猪肉缩水，猪皮紧缩。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扎孔，刷白醋，抹盐。白醋呢，我们刷2遍啊。烤制第2遍的目的呢，是把猪肉烤熟。第3遍呢，我们加大火力，让猪皮能快速的鼓起。最后呢，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冰花酸梅酱呢，可以解腻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谢谢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